杨哥在啊。你让我们要小心一点，所以就不敢轻易开门。啊，对对对，那个我回来拿点东西，不耽误你们。今天晚上就不住这儿，你们聊啊。我也该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走了？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，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看见楼底下有几个人特别怪，光着脑袋，一看就像是，你知道吧？你这2天注意了啊，没事儿别下楼，听见没？万一真找了黑社会怎么办？跟他说他还不当回事儿呢。我觉得这段时间你最好啊，你看还乐。你现在就不应该再去上班了，请个假，出去躲一阵儿。一定要让男人这个那冲动劲儿过去，知道吧？还笑说你呢？这不上班不行啊，工资你给发呀？不是这命重要还是钱重要？那要不你给请俩保镖？我你自己上也行啊，每天送他上班下班，没困难吧？有困难克服。你看杨哥人多好，我们家晶晶就交给你了啊。喂，唐总。喂，你到哪儿了？啊，我到地库了。啊。汤总。进来吧。啊，有事儿？今天礼拜一上班时间，你说什么事儿？不是说好吗？平时没什么特殊情况，10点钟进去上班。今天有特殊情况。哦，那我车上等您。进来吧。你一大早的干什么去了？我，是我一朋友，他有点事儿。他有点事儿啊。我发现英语在这一点上比汉语强。英语的男他叫 he， 女他叫 she。你说的这个他是 he 还是 she？ 您什么时候学上英语了？笑话我？佩服，您这么忙还有时间学英语。周末干嘛去了？跟谁过的？不是，唐总，这个周末是国家法定休息日，我私人时间，我这私生活是不是就不向您汇报了？你私事当然没必要向我汇报了。我的车你开哪儿去了？我可以问一句吧？您是问这个呀？是我用了一下车，可是您看您这个前些日子没白没黑的，啊，天天的跑，我这都跟着。这加班我也没说什么，是吧？我说咱一开始谈这工作的时候我就说好了，平时我不加班，就是我不想多挣那份钱。要是加班，咱得提前说。后来这也没按这规矩走啊。你急什么呀？我是你老板，你周末把我的车开出去了，我就问一下你去哪儿了，你告诉我一声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你干嘛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呢？我心虚什么呀？是我开您车去，可是这周末周日我私人生活我可以不说呀，不，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是，我也觉得特没意思。我跟您这儿掰扯这些，我一大老爷们儿呢。我告诉你，杨叔，你鬼迷心窍了。你当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？那个女孩，你别招她，她不是省油的灯。如果她好好的，人家别人能堵她劫她吗？你就是一小老百姓，你也没有什么盖世的武功，你也不是什么警察特种兵，你能帮得上她吗？你？
您怎么知道？我看见的。您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他上你的车了。我是说，您怎么知道有人接他？那你先告诉我，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这不上次跟您说过吗？是树苗认识的，说向他妈让我见，我就见了。后来你们俩不是没联系了吗？是没联系了。你不说人家条件特好，你配不上。你要是年轻20岁，你就追人家。现在你是年轻了20岁，还是他条件忽然不好，跟你给配上了。你说这话难听，啥就配上了？告上了。你要不尊重人，我就走。那你为啥要骗人呢？你不是跟我说你跟他没有联系了吗？哎呀，就这么联系了，明天、昨天才联系上，真的。我是哄你，我不是人。我陪你去不就行了吗？干嘛非得叫上杨叔啊？怎么着也得找个男的去压压场子吧。咱们2个女的去，不请等着被欺负吗？好了好了，我要去开会了。这样吧，还是我替你去，你把地址发给我，好吧？哎，你放心吧，他们不会对我怎么着的啊！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开会了，拜拜。哎，丽丽怎么没来啊？哦，她感冒了，怀孕了吧？还替她在这儿帮呢。怀孕？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啊？知道什么呀？人家黄老板的老婆都找到公司来了，说她怀了黄老板的孩子，死活要给人生下来，让公司开了她呢。冯总监都找她谈过话了。不可能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。什么话都跟你说呀？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估计连他爹妈都不敢说吧。就这些啊？你也信？你们男的见了年轻的女孩，是不是脑子都进水了？就跟山洪爆发了似的，那水是哗哗哗的。我到现在我算是知道为什么管女人叫洪水猛兽了，因为你们男人一见脑子就空白了，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他说他的前老板是黑社会的，要断他胳膊断他腿，这你也信？可能吗？是他给别人当小三儿，人家大老婆不干了，找人办他，他才找到了你，拉你当挡箭牌。你是一司机，人家是白领，凭什么看得上你？他没看上我，没看上你就是利用你，你凭什么让人家利用啊？你图人家什么呀？我没图，我就是见不得人欺负弱小。弱小？他叫弱小，那我叫什么呀？弱小？我不弱小。我告诉你，年轻的豺狼虎豹比上了岁数的斑马大象还要凶残，凶残100倍，都富裕。等等，我是车上等您呢。我今天不出门。您不出去喊我来干嘛？喊你来就是为了教育你。你坐下。我是怕你让女人给骗了。前一段时间，有一个警察被一个21岁的女孩骗了30万。这个您放心，我也没那么多钱让他们骗。我打个电话去。打什么电话要背着我呀？哎，杨哥，
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说了，晶晶在开会呢，她不方便接电话，她也没法跟你说呀。哎，行，我等你啊。唐总，您今儿要是没事不出去的话，那我跟您请假，我去办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回来我再跟您说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下午吧。那要是我用车怎么办？您刚才说您今儿不出去，那您就当我今儿病了，行吗？就当我请一天假，行吗？你说行吗？行。那我走了。行你个腿儿！杨哥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你先开车，我告诉你怎么走。哎，把这个带上，装黑社会。走。你那大叔啊，今天一直在他老婆身边待着。他要对他老婆没感情呢，不可能这样。他也没有那么大叔，看着还是挺年轻的。他老婆有病，是个精神病患者，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，杀人都不用偿命。他跟你说了，那他怎么不怕你寻死觅活，不怕你犯精神病啊？不会，他喜欢我就是因为我比他老婆懂事儿。他这是给你洗脑呢。你一闹，他就有理由不喜欢你，你就是不懂事，那你就只好不闹啊。你不闹，他多开心呀！他就等于把你当成他一玩具，想玩你了就玩玩你。当玩具不挺好的吗？哎，总比他老婆好吧？整个一个工具，给他生孩子、管公司的，一点情趣都没有。丫头，这玩具啊，是用来玩儿的。你要真想当玩具，你得找那种玩物丧志的。你那大哥，他不是这类型。那你觉得他什么类型啊？要我看，他是那种很清楚的，他知道玩玩具得花钱，你得有了钱才能去玩玩具。啊，他老婆呢是患难与共的，这一辈子谁还不遇个沟沟坎坎，谁还没有路走窄的时候？所以啊，这选老婆呢就得跟选工具一样，得选那结实耐用。这玩具呢就是玩一玩。杨哥，你是喜欢玩具啊，还是喜欢工具啊？一直在跟你说，这玩具就是玩一玩，扔了。对呀，就是因为你喜欢你才玩啊。那要不喜欢的话，怎么会花那么多时间、那么多精力去玩啊？那后边还有扔了呢。反正让我选呀，我就宁可当玩具，而且是让人爱不释手的那种。爱不释手呢？你小时候最爱不释手的玩具，现在扔哪儿去了？垃圾站了吧？我这人喜新不厌旧。对不起啊，接个电话。啊，没事。你觉得他在给谁打电话？我哪知道？老黄，你别搭理他啊。喂，喂，唐总。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在外边呢，要去接你吗？跟你说个事儿，你要是完事儿了，你就赶紧过来，见面跟你说。喂，
知道了。你干嘛去啊？没事儿，回来跟你细说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等他回来，你就跟他说你喜欢他，看他什么反应。好了好了，你走吧。别老以为跟男人拖着就能占着什么便宜，这时间就是生命，他浪费你一天时间，就浪费你一天生命。我要不要跟人家打个招呼？哎，杨哥，我有事先走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要走啊？大叔找我，开开。不是，这事儿你还真得劝劝他，不能这样。劝不动。你也着急走吧？啊，这公司确实有点事儿，我不着急，先吃饭吧。对不起啊，什么对不起？耽误你时间了。这个没什么对不起，你到了我这岁数就知道，有人耽误你时间啊，那是一种幸福啊。问你个问题，你说，你真的单身吗？单身？也没女朋友？没有。为什么呀？没女朋友，还有什么为什么？那你为什么没男朋友？没遇到合适的呗。对啊，我也是没遇着合适的。哎，问你个事儿，你那前男友跟你多大仇啊？得找黑社会的。骗你的。骗我？骗我干嘛？想让你车接车送，给我当保镖。我蹭车啊！再说了，就我这身子当保镖。其实没有黑社会的人要追杀我，也没有死缠着我不放的前男友，都是瞎编出来的。哎，我知道为什么没男的追你。为什么呀？你这动不动给人编出一个前男友是黑社会，你说这追你的男人得多大胆？你胆子挺大的。我那叫啥？不行，这么骗人的。那以后你还接不接我了？没人追杀了，安全了，也就不用再接了。喂，你那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别敷衍我，我刚跟树苗在一起。什么？我在大街上碰到树苗了。他应该上课呢。你在哪碰上他了？你把电话给他。行行，我马上过来。哎，怎么又你买单了？我看你着急走。我这确实有急事儿，那我下次请你。啊，你一会儿是单位是吧？啊，对，我打车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。树苗呢？啊？你先别急，先坐下。喝点什么呀？
你在哪儿碰上他的？没上学去？我在大街上碰到他的，还有一个男孩，他们俩一块儿。我们刚吃了一顿饭，他们刚走。